Hello，我是西西。早上离开葡萄牙后，中午我们重新回到西班牙。之前我们从马拉嘎开启了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魔旅的第一段，8天之后呢，进入了葡萄牙。过去5天，我们探索了葡萄牙南部奥加维。今天回到了西班牙，进入西班牙魔旅第2段，开启回程马拉嘎之路。今天的目的地是一个叫 El Rocio 非常特别的小镇。进入小镇之后，柏油路突然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泥土地和沙路。昨天晚上刚下过雨，路面到处都是积水和坑洞。我们小心翼翼地往前骑，而眼前的景象就越来越特别了。这里没有红绿灯，没有车道线，很多人出门骑的不是摩托车，而是马。路边每一间房子前面几乎都设有拴马的栏杆，让人有一种误闯西部牛仔电影场景的感觉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真的很难相信这是21世纪的欧洲啊！中午我们找了一家湖边餐厅吃午餐。我们的摩托车还有一匹马。猪排。马儿。这里最有名的是每年举办的五旬节朝圣活动，数十万的信徒徒步、骑马或者乘坐传统牛车来到了罗西奥圣母朝圣堂朝拜圣母，这是西班牙最重要的朝圣庆典之一。整个 El Rocio 保留着传统的原貌，泥土路、白色房屋、马匹，仿佛时间在这里走得特别的慢。西班牙魔旅回程第2天，昨天下了一整夜的雨，沙地四处都是水坑。离开 El Rocio， 我们要骑大约200公里，前往西班牙南部的海港城市卡迪斯。原本以为往南骑天气会越来越暖，结果完全相反，雨越下越大，风也越来越冷。哎呀，这雨也太大了吧！骑了1个多小时后，整个人已经又湿又冷。中途雨势太大了，我们就停在油站休息。这是长命雨啊，感觉会下一整天呢。喝个热咖啡，吃个面包，取暖。下午，我们终于进入了卡迪斯，这是一座被海包围的城市。进入市区前，需要经过跨海大桥，桥的旁边呢是港口，一排排货柜和码头设备，让人一看就知道这里是一座很重要的海港城市。进城之后，雨还是没有停，我们一路找住宿，又遇到了旧城区的限制，摩托车不能直接骑进去。又冷又湿又累，还要处理停车和入住。最后呢，我们住进了一间很漂亮的公寓，一进门，整个空间都是我们的。好美的这个 apartment。早上醒来，卡迪斯终于放晴了。跟昨天进城的冷雨天气完全像2个不同的地方。离开卡迪斯之前，我们先去海边走走。卡迪斯是一座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海港城市，是西欧最古老的城市之一。因为地理位置优越，它曾经是西班牙最重要的港口之一。今天的卡迪斯阳光非常的漂亮，凉凉的天气配上暖暖的太阳，很多人在海边散步，节奏很舒服。来到了 San Sebastian Castle 城堡，看我身后要走这么远，还没到，正好在这边。这座海边堡垒延伸在通往海中央的长堤上，它不是那种华丽的大城堡，
更像是一座为了守望海面、防卫城市而存在的堡垒。站在里面往外看，可以看到整片蓝色的大西洋。哇，这城门也太漂亮了吧！中午之后，我们离开了卡迪斯，要骑大约100多公里前往西班牙最南端的塔瑞法。骑往目的地的这段路，给了我们一个小小的惊喜。下午，我们抵达塔瑞法，这里是一座很有风的海边城市。听说海滩上有很多风筝、冲浪、潜水和各种海上活动。从这里甚至可以搭渡轮去非洲的摩洛哥。虽然这一次我们没有计划过去，但知道对岸就是另一个大陆，感觉还是蛮特别的。骑进了塔瑞法老城，又是熟悉的石板路和步行街，街上已经有圣诞装饰了。这时才突然发现，原来后天就是圣诞夜了。我们入住了这个酒店式的公寓，阳台出去呢，就直接是这一条步行街。今天就有人在喝咖啡、吃午餐了。原本想出去吃晚餐，后来觉得有厨房，又刚好在沿海城市，那就干脆去超市买海鲜回来自己煮吧。我已经备好了。炒饭、姜蒜虾和八爪鱼，这就是我们在塔瑞法的晚餐。大家早安，我们现在是在塔瑞法。塔瑞法是整个欧洲大陆的最南端。等下我们吃过早餐之后呢，就要去那边看看。西班牙摩旅回程第4天，先穿过塔瑞法的老城区，前面就是海了。从这里望向对岸，天气好的时候是可以直接看见非洲的摩洛哥。两地之间最窄处只有大约14公里，也就是说，欧洲和非洲其实只隔着这一片海。我们现在要走一条很长的，前往那边。这里也是大西洋和地中海的交汇处。2个海域在这里相遇，再经过直布罗陀海峡，连接了欧洲和非洲。我们现在来看大西洋和地中海的距离有多远。这是大西洋，这是地中海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到了，一共8步，从大西洋走到地中海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一座叫做 Isla de las Palomas 的小岛，通过一条长堤和塔瑞法本土连接。岛上的堡垒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，当时主要负责监视海峡，防御来自北非的海上威胁。后来也曾被用作军事设施、灯塔，甚至隔离与关押外来人员的场所。数百年来，无数商船、军舰、探险家都曾经来过这里。离开了塔瑞法后，我们正式出发前往荣达。今天大约要骑130公里。原本以为只是普通的山路，结果天气又开始变脸了。一路上雨说来就来，我们先停下来休息，喝一杯热咖啡，先把身体暖一暖。现在很多人来的一个巴斯巴，一个当地人，然后我们点了这个应该是猪肉打巴斯。这一带有很多白色村庄，一座一座散落在山上和山谷之间。我们是越骑越冷，这是我这趟西班牙摩旅以来觉得最冷的一段路，这是比上雪山还要冷呀。如果不是下雨天，天气好的话，这一条路就是其实是很喜欢骑的盘山公路。这边有一些观景台，但是停了也是什么都看不到。还
好后来云雾稍微散开，终于能看见一点山景了。盘山公路一层一层绕在山里面。下午4点左右，我们终于抵达了 Ronda。这是一座我很期待的城市，也是这趟回程中一定不能错过的一站。Well done. Thank you for helping. 好啦，早安！现在要早上10点了。西班牙摩旅回程第5天，今天是12月24号，圣诞前夕。我们计划以 Ronda 为据点，骑向附近山区的白色村庄。今天就不退房了。Ronda 的魅力呢，不只是这座城市本身，而是它的四周被群山环绕，东南西北都有不同风格的盘山公路，是许多欧洲骑士很喜欢的骑行区域之一。第一站，骑30公里前往 Grazalema。我们现在进入了 Grazalema National Park， 这条是 A372。从 Ronda 前往 Grazalema 的 A372 公路，被认为是西班牙南部最经典的骑行路线之一。Grazalema view, oh my goodness, look at this mountain. Oh, look at this view. Oh, majestic, man. 连续弯道穿梭在石灰岩山脉之间，风景和骑行的乐趣都兼具。 The rocks are huge. 巨大的石灰岩山体拔地而起，山谷、草原、白色村庄交织在一起。一路骑进 Grazalema， 这里是安达卢西亚最著名的白色村庄之一。整座村庄依山而建，这个是教堂吧？从高处望下去，像是把整座山坡都刷成了白色。离开 Grazalema 之后，我们继续往山里骑，海拔越来越高，空气越来越冷。来到了 Puerto de las Palomas， 海拔1357米。 Let's hit the corners。看到了这个盘山公路往下延伸了，下面的路都看到一清二楚哎。从这里往下望，盘山公路层层叠叠延伸进山谷，光是骑车就已经值回票价了。翻过山脉之后，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片巨大的湖泊，这就是 Zahara 水库。我们的第2站就在湖边山坡上。Zahara de la Sierra 被许多人认为是安达卢西亚最漂亮的白色村庄之一。山顶有古堡，山脚是湖泊，白色房屋层层堆叠在山坡上，像童话故事里的场景。点了一碗汤，还有一盘炸鸡，还有一杯咖啡跟热绿茶。我身后有一只狗狗，好可爱。原本计划到这里就回程了，但天气实在是太好了，阳光正暖，山路正精彩，所以我们就决定继续往下一站。这个地方呢，也是有一个白色村庄，距离这边大概35公里啦。Sótano de las Bodegas，
这是一座非常特别的村庄，因为它不是建在山上，而是直接建在岩壁下面。餐厅、咖啡馆、住家全部依附在天然岩壁之下，巨大的岩石直接成为了屋顶，有些地方甚至还会滴水。抬头望去，整个悬崖就在头顶上。这种建筑方式在欧洲非常罕见，这也让它成为西班牙最独特的白色村庄之一。傍晚时分，我们回到了 Ronda， 夕阳缓缓落下，金黄色的光线洒在峡谷和岩壁上。眼前这一座桥就是 Ronda 最著名的新桥，它建于18世纪，历史超过40年。当时为了连接被峡谷分隔的两座城区，人们在超过100米深的悬崖上建起了这座石桥，成为 Ronda 最经典的地标。在没有现代机械、没有电脑计算、没有钢筋混凝土的年代，竟然能够在这样的悬崖峡谷之间建造出如此庞大的石桥工程。进入平安夜，原本想找餐厅吃圣诞大餐，结果发现几乎全部关门了，大家都回家过节去了。最后呢，我们就决定自己下厨，炒青菜、番茄炒蛋、焖排骨、烤鸡翅。在西班牙的山区公寓里，吃了一顿属于自己的圣诞大餐。Merry Christmas！今天是圣诞节，我们不骑车了，就用双脚欣赏 Ronda 城里的风光。今天特别的开心，因为我在异国他乡参加了一场圣诞弥撒，而这间教堂竟然是我的主保堂 Santa Cecilia 教堂。能在自己的主保圣堂庆祝圣诞，让我觉得特别蒙受祝福，心里充满感恩。好啦，早安！现在是早上10点，今天是12月26号，那也是我们摩旅西班牙、安达卢西亚和葡萄牙南部的第19天和最后一天。那今天的计划呢，是要从 Ronda 一路骑回马拉嘎。拜拜 ，Ronda！ 今天的总行程大概140公里。第一站 El Corrillo 峡谷水坝和 Caminito del Rey 国王步道。这里曾经被称为世界最危险步道之一，步道沿着峡谷峭壁而建，悬挂在100米高的山壁上。如今呢，已经重新整修，成为安达卢西亚最热门的景点之一。可惜门票必须提早预订。圣诞假期期间根本就买不到票。不过光是在外围欣赏峡谷风景也已经很满足了。步道就像一条细线贴在悬崖边缘，远远的望去，游客小得像蚂蚁一样。离开峡谷之后，骑往另一处自然奇景 El Tocal de Antequera。这里最特别的是这些巨大的石灰岩，一层一层堆叠着，像被人用刀切开，再整齐地摆放在山上。有些像巨大的千层饼，有些像城堡，有些像石头森林。整片山区布满各种奇形怪状的岩石，这是我在西班牙看到最特别的地质景观之一。不是最高的山，也不是最壮观的峡谷，却让人忍不住赞叹，不舍得离开。下午5点15分，重新进入马拉嘎市区，从这里出发，又回到了这里，像完成了一个圈。Okay, we're here.
you for coming. Thank you. 回到了原点。OK， Yay! We're back to Malacca. 嘿，我们这一趟西班牙南部和葡萄牙南部的摩旅，一共跑了2785公里，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拆掉了，最后就是马来西亚国旗也卸下。Thank you very much, CF Moto 450 NT. Thank you for the awesome Spain and Portugal ride. Bye bye. 晚上我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吃火锅庆功。谢谢最强旅伴钢铁侠，谢谢西班牙，谢谢葡萄牙。2785公里圆满完成。西班牙摩旅结束了吗？还没有哦。接下去呢，我会展开5天的单人摩旅，请看《摩旅西班牙》第8集 Solo 篇。